先前金子勋发现是此人给自己下的咒，便是一阵暴跳如雷，想叫人将他拿下，又插不上话，愈发怒火中烧，只能对他怒而视。现下突然被点名，才想起自己差点错杀了人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又红一阵的煞是精彩。他咬牙道：给什么交代？他人现在不是还好好的站在这里吗？江澄气急反笑，指腹一下一下摩挲着手中的紫电，周身灵力围绕，噼啪作响。他若是没有好好站在这里，你以为你现在还有命？你们兰陵金氏若不愿给个交代，就别怪我们自己来讨。他说着，手中紫鞭划出，就要将人捆过来带回江家。忽地有一把剑凌空飞出，挡下这一击。金子轩脸色沉沉，瞥了金子勋一眼，随即收回剑，沉声道：此事是子勋的过错，我兰陵金氏定不会推脱。子勋虽莽撞，好在魏无羡也没有受伤，不如罚子勋在我金氏祠堂面壁3年，任何人不得探视，由江氏与金氏一同监管，如何？金子勋心急了：子轩，我可是你堂兄，你怎能为了外人对我下如此重罚？魏无羡已经没有心力去理会金家要如何处置金子勋了，他现在就想走，只愿这是自己最后一次看到这张令人生厌的脸，摆摆手，随意他们怎么搞。江澄眉头一拧，看着他这副无所谓的态度，登时气不打一处来，到底是没再说什么，可有人不同意。那头苏舍忽然发力，挣脱2名金氏门生的束缚，冷笑道：面壁3年，金子勋，你没机会了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语罢，他指尖白光闪烁，迅速封住脏腑几处大穴，随后掌心灵力翻涌，直直向自己的左胸上方打去。嫣红的血从嘴角溢出，他却管也不管，盯着金子勋放声大笑：你！金子勋正欲开口辱骂，胸膛却传来阵阵麻痒，随即转化为蚀骨的痛感，这是千疮百孔咒发作的症状。金子勋一惊，再顾不得其他，抄起剑就向苏舍刺去。冰冷尖锐的锋刃穿透胸膛，苏舍哇地吐出一大口鲜血，在白色的校服上开出朵朵艳红的花。他嘴角仍是在笑着，眼神却是溢满了怨愤和不甘，直勾勾望着蓝忘机。从苏舍抱起以灵力催化恶咒，到金子勋挑剑杀人，不过一眨眼的功夫，谁也没想到苏舍竟然拼死也要拉金子勋来垫背，竟只能眼睁睁看着金子勋在苏舍倒地后不久，恶咒全面爆发，在惨叫中被10穿5脏6腑，甚至金丹，直至面色漆黑，气绝身亡。魏无羡第一时间把江厌离拦在身后，看着这荒唐的场面，揉了揉眉心。既如此，便只剩一个薛洋了。此人古灵精怪，亦正亦邪，不若交与蓝氏管教。他再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，与蓝忘机一同向蓝聂两家行过礼后，便带着江厌离开。江澄往前迈了2步就要跟上去，想起这里还有一个烂摊子等着他这个宗主代表江氏去收拾，朝那抹黑色身影狠狠翻了个白眼后，悻悻收回了脚步。至此，劫杀仪式终于跨过了溯回的时光，无比盛大又无比悲凉，于血泪中落下帷幕。兰陵金氏的家主金光善谋求阴虎符，构陷魏无羡不得，反遭人下毒而死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就在修真界传了个遍。至此，狼子野心、丧心病狂、死不足惜等诸如此类的词，在金光善身上安了新家。而此事的受害者魏无羡，则因为被袭时，以一人之力销毁阴虎符，一举消灭众家修士心中离经叛道的形象，并以其强大的鬼道修为，迅速成为可与寒光君比肩的仙门修士。云梦莲花坞，魏无羡斜靠着坐在红漆木栏上，瘫在凉亭里磕莲子，一条腿盘起，揣着一大捧带金的莲蓬，另一条腿悬空，悠悠闲闲地来回晃荡，好不惬意。蓝忘机无奈道：当心落水。魏无羡抓起手边的酒坛，仰头灌下一大口，才道：不会的，掉下去也没事，我水性在云梦那可是数1数2。寒光君会游泳吗？魏某可以教你哦。他笑得一脸不怀好意，
轻佻的语气一如从前。弯弯的眉眼惹得蓝忘机心神一荡，恍然才发现这人原来从未变过，仍是那个月下翻上墙檐跃入他心头的紫衣少年。蓝忘机垂下眼睑，默默将手中的青棉拨开，连着拨好的那一碗递过去。会，不必。魏无羡瘪了瘪嘴，抓起一把白嫩嫩的莲子肉塞进嘴里，又一满脸幸福的眯起眼，像极了被投喂了小鱼干的小猫仔，想要凑过脑袋，在主人温暖的掌心里蹭一蹭。蓝湛，你可太好了！金子勋和苏舍已死，有关千疮百孔所有的恩恩怨怨就此了结，阴虎符也只剩下半块废铁。魏无羡也不怕金家还有哪个被猪油蒙了心的还要来找他的麻烦。至于金光善的死背后会有什么蹊跷和秘辛，他都不感兴趣了，拉着蓝忘机和江厌离揣上金铃就回了云梦。为什么要把江厌离带回来？兰陵津是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，当然不能让他师姐再待下去，等金子轩那只花孔雀收拾干净了，再亲自来接人吧。那为什么要拉着蓝忘机一起？魏无羡也不知道，只是觉得他们俩这段时间一直在一起，理所当然无比顺手的就把人拖过来了。再说了，人家不也没反抗说不愿意，现在还在这里任劳任怨给他剥莲子吃。江厌离端着汤还没走近，就看到这一幕，嗔怪道：阿羡，蓝二公子是客，不得胡闹。魏无羡吐了吐舌头，悻悻然放下碗，麻溜地将身上的莲蓬收拾好，窜起身接过汤，放在凉亭中央的石桌上。蓝忘机起身行了一礼，江姑娘，顿了顿又道：无事。魏无羡登时笑得见牙不见眼，抱着他师姐的手臂，拉着她在桌前坐下。师姐，我和蓝湛是好朋友，他不会在意这些的。又转头跑去拉蓝忘机，没看到他眸子里一闪而过的失落。蓝湛，快来快来，我师姐做的汤，天下第一好喝，你有口福了。江厌离无奈地看了他一眼，拿过一旁的碗盛过2碗汤。你呀，惯会哄我开心罢了。这莲藕是从莲花坞周围的莲塘采的新鲜粉藕，但云梦的口味与姑苏不同。蓝二公子若不嫌弃，也请尝尝。蓝忘机到了谢后接过汤，见魏无羡一眨不眨瞪着那双乌黑明亮的眸子，无比期待地看着他，面色一柔，拿起瓷勺盛起一口汤喂进嘴里。藕香与肉香霎时溢满唇舌，随即一股浅淡清新的莲香蔓延。魏无羡紧张地看着他，怎么样，蓝湛，好不好喝？蓝忘机清浅的眸中漾开一抹笑意，点点头，好喝。魏无羡登时松了口气，随即脸上又堆满得意的笑容。是吧？我就说师姐的汤天下第一。蓝湛，我跟你说，我可喜欢喝师姐做的莲藕排骨汤了，在姑苏那几天没喝到，可想死我了。而江厌离此时心中已是翻江倒海了。往常他端着汤10丈远，魏无羡就闻着香味扑过来了，今天却是到他出声才注意到。江厌离看着两人之间的相处，目光惊异，他从未见到过魏无羡端着汤没有第一时间去喝，而是紧张又期待地等着另一个人的反应。也是第一次见到除亲人外，他对一人如此自然的亲昵和撒娇，这可真是不得了。不过也确实是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。得到了肯定的回答，魏无羡胃口大开，熬的这一大锅大半都进了他的肚子。一咕噜喝完最后一口，魏无羡瞅了瞅天色，暮色红霞，月升星坠，正是夜市开市的好时候。魏无羡抓住蓝忘机的手臂，激动道：蓝湛，蓝湛，你难得来一趟云梦，我带你去玩吧。云梦不比彩一镇，晚上的夜市可热闹了，好多好吃的好玩的。蓝忘机不动声色地擦去他嘴角的汤渍，想起少时自己总是脱口而出的拒绝，柔声道：好。江厌离看着两人的小动作，低笑不语，收拾好碗筷打算离开，又想起他这不省心的弟弟的身体情况，不由得问道：身体可好些了？今日舟车劳顿，明日去也可。魏无羡没了金丹不能御剑，只好推脱说自己因毁符所受的伤还没好全，加上还有金陵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娃娃，
三人最后是走的水路回的莲花坞。这人在船上的时候还一副劳累不堪、需要休息的模样，这会儿就活蹦乱跳，按耐不住要四处作妖了，这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